规则让你保护好鱼，可你却反手将鱼煮熟吃了。看着眼前一脸懵逼的诡异，规则上只是保护鱼不被诡异侵蚀，但没说不能吃了它。鱼都没了，你还侵蚀个屁啊！你就说胃里安不安全吧。这就是痛击我的队友，让敌人无从下手。看着一脸懵逼的诡异消失，你这才松了口气。和各种套路小说一样，你穿越了。不同的是，这是一个和诡异怪谈并存的世界。国家只要派出人手探索怪谈世界，就能获得可以兑换各种资源和科技的怪谈币。在国家的重金悬赏下，一种名为怪谈师的职业诞生了。而你的前身就是龙国唯一名拥有 SSS 天赋的怪谈师。可当你得知天赋效果时，却差点气晕过去。SSS 级天赋，我替你幸福。进入一个没有怪谈的平行世界享福，而被替换者的灵魂将会代替你的身份。没错，破案了，前身跑路了，而你就是那个倒霉蛋。想着想着，你的嘴角不自觉抽搐了下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先通过这个诡异公寓副本。规则第一天只公布了2条规则。规则1星号，请保护好鱼缸里的鱼不被诡异侵蚀，否则夜晚会发生可怕的事情。规则2，你可以前往阳台，但请不要移动那里的任何东西。带星号的规则必定是正确的，而没有星号的有可能是错误的。第1条规则被你文字游戏给解决了，而第2条你想了一下之后站起身朝阳台走去。阳台上很干净，没有多少东西，一把小巧的钥匙静静地躺在阳台中央。你可不会上这么明显的当，只要拿走必定凉凉。规则之外你比谁都安全，最后你还是决定继续躺在沙发上开始感叹。时间设定本就已经临近黄昏，所以很快到晚上了，约莫又是几分钟过去，你的眼前再次浮现出2条规则。规则3，如果想要前往卧室，请一定带着那条鱼一起。规则4，半夜12点之后请一定在卧室就寝，直到第2天清晨之前绝对不能离开床铺。看到这2条规则后，所有人乱套了，因为没人有自信能在鬼手之下保住鱼的性命，所以纷纷学着你把鱼给剁了。不过龙国的观众并不是很担心，毕竟你有着龙国唯一的 SSS 级天赋，只有你知道你有个锤子天赋啊。要说这天赋牛逼，当然牛逼啊，都跨平行宇宙了还不牛逼吗？关键是牛逼的不是你啊，你此刻站在卧室门前并没有自乱阵脚。2条规则都不带星号，说明一定要带着鱼一同进入卧室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规则。就在这时，龙国官方使用了第1次提示机会，进阳台瞬死。听到提示的瞬间，你就知道有某个倒霉蛋死在了阳台中。你知道了，这条规则整条都是错的。将这条规则翻转一下，变成了不可以进入阳台，但可以移动其中的物品。你利用厨房中的筷子和勺子拼接成了一个简易的钩子工具，成功将钥匙从阳台上取出。就在你完全踏入卧室那一刻，一只惨白的鬼手从床底下伸出，可那鬼手在触碰到你的一瞬间，猛然像是触电般弹开。一切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你在原地愣了1秒钟之后，看向自己的肚子，难道需要把鱼一起带进卧室？这条规则确实是正确的。你揉了揉肚子，鱼并没有离去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着你。真的，我哭死，都被吃了还想着保护我。如果上天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我一定会清正。反正只要不触犯规则，就无法受到诡异生物带来的伤害。你直接无视床下的鬼手，躺上了床。祝我好梦。在你上床之后，又陆陆续续有其他国家的怪谈师进入了卧室。其实死亡率并不夸张，因为大多数怪谈师们都抄了你的作业。20几名怪谈师，如今仅剩15名。时间过得飞快，你只感觉自己在床上躺了不到1个小时，天变亮了。此刻的你眼前也出现了一个选项，是否继续怪谈世界诡异公寓？若选择否，则您现在即刻离开本世界，获得1/10的奖励，您将无法再进入本世界。若选择是，您将继续闯关并获得1次天赋抽取机会。是，前身可是签了合约的怪谈师，你要一直干到40岁呢，你现在才20岁。如果被判定为无用的吸血鬼，估计出去也是凉凉。幸好有抽取天赋的机会，哪怕就是一个 B、A 级的天赋也好啊。抽取3张金色的卡片在你面前不断转动，最终分别是 SS。你的目光瞬间被最中心的那张卡片所吸引。SS 级天赋交给命运，效果每次进入世界时或者获得此天赋时，随机为你刷新一个 SSS 级天赋，持续至本次世界结束。将一切都交给命运吧。由于这个能力的不可控性，才会被排位了 SS 级天赋，实则上限远超大部分 SSS 级天赋。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交给命运进行天赋更换，这番操作可是让直播间的人傻眼了，纷纷骂你是大傻子。片刻后，你右手中出现了一把银白色的手枪，你开始查看起它的属性。SSS 级天赋物理驱魔，效果你所在的世界中各处将会随机刷新子弹，每一枚子弹可以让你永久击杀一只诡异生物。你不得不承认，这玩意有时候意外的好用。你满意的转动了一下手中的手枪，不愧是 SSS 级天赋。当然，现在手中的手枪是没有子弹的，该怂还是得怂一下。天赋的介绍说是会在世界里随机刷新，无非也就是这么几间房。你正这么想着，第2天的规则已经跳到了你脸上。规则5星号，当时间为上午8点至9点之间时，请每隔10分钟为书房中的花浇水，切记绝对不可以弄乱书柜。规则6， 9点钟之后，你可以翻看书柜里的书，但若是看到一页纯黑的内容，请在1秒钟之内关上书籍放回原位，1分钟之内绝对不能在脑海中想这本书的名字。书房啊，又是一个上锁的地方。
之前你已经基本上翻遍了能去的所有地方，所以这钥匙一定是在卧室里。你顺着房间开始寻找了起来。此刻距离8点还有1个小时，1个小时之内你没找到钥匙就凉凉来。就在这时，你找到了一颗银白色子弹，没想到钥匙没找到，子弹先一步来了。有枪有弹，这底气能不足吗？你继续翻箱倒柜，直到下一个柜子被打开的时候，一个娃娃静静地坐在其中。你目光一凝，下意识后退半步。怪谈世界会随机刷新诡异生物，可以说这就是怪谈世界中最大的变数。你仔细翻找着前身的记忆，总算是找到了这小东西的种类，个体编号250，代号契约娃娃中立。只要你不触碰契约娃娃，那么就完全可以当它不存在。但你要是拍拍它的头，它会很乐意回答你的一个问题。不过有得必有失，你只是略微思索片刻，便拍了拍它的头。娃娃诡异地笑了笑，你缓缓开口：“你知道书房的钥匙在哪里吗？”契约娃娃很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“你想要的钥匙在床垫夹层之中。亏你还在这里翻箱倒柜，居然藏得这么阴间。”你刚想转身去拿，手臂却死死被娃娃抱住。一回头，正对上娃娃那诡异的脸庞。嘿嘿嘿，大哥，我好饿呀，你能给我找些吃的吗？比如你的内脏。你取出那把手枪抵在娃娃的额头，想吃东西？枪子儿你吃不吃？契约娃娃咧开的嘴角收了回去，努力挤出2滴眼泪之后，一下子抱住了你的大腿。别，大哥，有话好好说。娃娃苦啊，但凡是有一线生机，他也愿意搏一把。可这 SSS 级的枪抵在脑门，他还搏个屁啊！他来上个班容易码他，还想吃我内脏不？不想，我可以走了不？走，那可不行，怎么说也得赔我一点精神损失费吧？娃娃瞪大双眼，我没钱啊，这好说，从现在开始你就叫安琪拉，先打工还钱。放心吧，跟着我干包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可是我不想喝辣的。难道你不愿意吗？你吹了吹枪口，这灰尘有点多呀。愿意，我实在是他妈的太愿意。现在时间还尚早，倒是不用这么急着前往书房。随后你又在房间里找了起来，1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，你总共在房间之内又找到了3枚子弹。现在你总算放心去书房了。你先是在厨房用水杯接了一杯水，然后打开了书房的大门，一盆紫色的花朵就这么放置在窗台边。你一杯水淋上去，阵阵死气从花瓣上挥发，在空中冒黑气，随后消散。如果不浇水的话，这死气必定会让这盆花发生异变。下一次浇水要在10分钟后。你思索着下一步的行动，不要去翻动书柜上的书，但9点之后可以。不过你为什么要去翻动书柜上的书呢？你叫来安琪拉，你知道接下来的规则不？安琪拉摇摇头，个体在怪谈世界的权限虽然比人类高，但也并不是无所不知。这都不知道，我要你来回应，怎么可能知道啊？行了，我也不指望你了。现在帮我去找公寓里的子弹吧。可是你刚才不是自己已经找过了吗？瞧你说的，你不还没找过吗？万一有漏的不是，我可以拒绝吗？你默默轻轻抚过枪身，果然还是年久失修，要出问题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这段时间过得异常的平静，带星号的规则谁也没有怀疑，每隔10分钟浇一次水也不是什么难事。终于时针指向了9点，这个规则实在是太过简单。那么今天的杀机就必定埋藏在第6条规则之中。书柜里隐藏着什么东西？你直接拿枪逼问安琪拉，钥匙在那里？怎么不愿意告诉我？安琪拉咬着牙，我10分乐意就好，那就快说吧。契约娃娃本身受到规则的限制，他是不能说任何谎话的，这也算是给要付出代价的怪谈师们吃了一颗定心丸。你这一次付出的代价可是太大了，别人只是少了一点身体部位罢了，你可是在压榨童工，无时无刻不受到良心的谴责呀。这么大的代价还不够吗？没错，确实在某一本书之间夹着。果然吗？规则既然提到了书柜，那么这地方就绝对不会是无用的。如果想不到这点，进度也就无法推动。就算是猜到了钥匙在某一本书之中，在寻找的过程中也有极大的概率碰到那一本有着纯黑书页的书。不急，下一条规则要夜晚才公布，这么急着去找钥匙干嘛？想着，你的肚子咕咕叫了一声，若不是昨天一盘烤鱼下肚，今天估计还得更饿一点。能找的都找遍了，啥吃的都没。要是有什么东西不知道的话，不妨问一问神奇的契约娃娃吧。随后在你的压榨下，你找到了卧室大床下的一个通道。不出所料，里面果然也不安全，而你面前竟然是一个被吊在半空中的女人，个体编号072，吊死鬼。恶意，你看着被吊在上空的女人，很快辨别出了她的身份。你直接举起手中的手枪对准了女士。女士在一声惨叫之后化为飞灰。很快你就找到了一桶泡面。没错，那么大的地窖就只有一桶。这该死的世界抠门嗖嗖的。你提着这桶泡面来到厨房接了热水开泡。就在这时，隔壁直播间一个来自非洲的怪谈师不断翻动书页，直到那黑色的一页停留在他前。没有犹豫，他立刻在1秒钟之内关上书籍，同时告诫自己一定不能在心中想着这本书的模样。可是这可由不得他，心中越是在意这件事情，那书籍的影像便越清晰。砰！他的脑袋如同西瓜一般爆开来。
时间流速变得非常快，你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躺到了下午6点，时间不早了，也该把钥匙拿到手了。安琪拉，我知道了，第3排左边数第17本书里的。你不禁感叹小萝莉真是越来越好用了。随后你抽出了那一本带有黑页的书，如果黑页和钥匙不在同一本书之内，那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，根本算不得一大杀机。仅仅是这样还不够，如果这个规则是我创立的，我一定会把黑页和钥匙放在同一个位置。安琪拉见你拿起那本书，怪异的笑了笑。只见你单手提着书根处这么一本，钥匙直接从书夹丛中掉落，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，对吗？钥匙又没用胶水粘在书里面，你这么抖一抖，不就出来了？时间飞速流逝，黑夜降临，你半躺在沙发上，正给安琪拉讲小红帽重生到修仙界的故事。只见小红帽那对手使出了蓝银缠绕，你正讲着，2条规则跳了出来。规则7，请在10点之前让你的小猫吃上猫粮精液，请务必跟小猫待在一起。规则8星号，请善待小猫，某些情况下小猫会保护你，但它并不值得信任。你拿起钥匙打开最后一个房间的门扉，一只浑身漆黑的长毛猫静静地坐在窗台上舔毛，听见门口的响动，瞬间转头与你对视，它的眼眸中闪动着诡异的光芒，就像是人一样。今夜的2条规则全部跟猫有关，特别是第8条规则更耐人寻味，这只猫会保护你们，那又为什么不值得信任呢？黑猫跳在地上，围绕着它那空空如也的猫粮盆转了2圈，示意你给它满上。可惜整个宠物室并没有猫粮的踪迹，倒是找到了2枚新的子弹。你偏头看向安琪拉，她摇了摇头，契约娃娃无法说谎。黑猫的叫声愈发急促，眼神中的光芒也越发诡异。你掏出手枪就敲了一下它的头，这不还没到10点吗？你慌个屁！公寓的门口传来了阵阵敲门声，想来是剧情正在推动。随后你去开门，目前公布的规则里并没有让你不要开门的规则，所以也无需担心会触犯什么规则。这位先生，有什么事吗？如您所见，我是一名商人，请问您有什么要买的东西吗？如果我要那袋猫粮，我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？商人搓了搓手指，只要一点小小的代价，这袋猫粮就是您的了。笑话，杀了你也是我的。你抬手就是一枪，商人的身体化作难闻的黑气飘散。回答个问题这么费劲，我最讨厌谜语人了。你把小推车拉进了房间内，黑猫看到猫粮的一瞬间两眼放光，急不可耐地扑了上来。你打开猫粮，皱了皱眉，整袋猫粮散发着一股腐臭的气味，似乎还有阵阵黑气溢散而出，这表现根本就与上午在书房的那盆花一模一样。见此，你将这袋猫粮重新封上。这猫粮有鬼，猫粮是要喂的，但绝不是现在我手中的这袋猫粮，或许要经过什么步骤来净化这些黑气。对了，就像是上午浇水那般，你直接就近从厕所接了一杯水，反正这猫粮也不是你吃，无所谓的了。遇水的一瞬间，猫粮中的黑气大面积溃散，果然有效。每隔10分钟浇一次水，就如同那盆花一样。1个小时的时间过去，你手中的猫粮已经彻底恢复了正常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黑猫不仅没有越来越暴躁，反倒是逐渐平和了下来。你把猫粮喂给黑猫后，它身上的毛发颜色竟然开始逐渐减淡，直到吃完猫粮之后直接变成了一只白猫。恐怕这毛发的颜色也就代表了猫咪的诡异程度。白猫温柔地蹭了蹭你的腿，显得十分亲密。安琪拉莫名觉得有些不爽，双手叉腰哼了一声，怎么你也想吃猫粮？白猫闻言警惕地看着安琪拉，硬了，拳头硬了。踏入卧室之中，此刻的你已经没有那条鱼护体，早在今天上午变成了骆驼祥腿，跟随马桶管道遨游去了。不出意外，床下那只鬼手再次伸了出来，你已经准备好抬枪射击，脚边的白猫却冲上去吞了那鬼手。原来如此，难怪要将白猫带在身边，要是换做其他人就已经死在这鬼手之下了。能节省1颗子弹当然是再好不过。你揉了揉白猫的头，掀开被子躺在了柔软的床上，再次祝我好梦。可这时安琪拉却缩了进来，还瞪着委屈巴巴的大眼睛摇了摇你的手臂，再讲讲嘛。小红帽之后又去干啥了？小姑娘，你中毒不浅了。此情此景像极了那些追更的读者们。是否继续怪谈世界诡异公寓？若选择否，则您现在即刻离开本世界，获得1/7的奖励，您将无法再进入本世界。若选择是，您将继续闯关。第3天清晨，不出意外，相同的问题再次跳出，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是。PS， 从现在开始，除了这个方法之外，闯入者免疫其他任何方式的伤害。居然一次性公布了4条规则，这说明这个怪谈世界已经接近了尾声。第9条规则和后3条规则严重冲突，你当然更愿意相信第9条规则是错误的，因为这明显就是一个单人公寓。首先得到的情报就是一定会有一个闯入者出现，而你的任务就是装作室友，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将其反锁在厕所内。理解起来很简单，但做到却并不容易，因为在不能与他交谈的情况下，闯入者也许很容易反应过来你知道他的身份，从而导致任务失败。或许如何在不触犯规则的前提下唬住他才是难点，真是麻烦。偏偏闯入者还免疫其他方式造成的伤害，不然直接一枪崩了他，啥规则都不需要。你翻身下床，注意到蹲在角落边的猫咪毛发已经重新变回了深灰色，看这样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再次变得漆黑。现在的猫咪无疑是不值得信任的。
你又回到宠物室拿了些猫粮。当你再次踏入卧室之时，一只鬼手猛然袭来，枪声响起，鬼手化作尘烟消失。此时猫咪已经不见了踪影。你回到客厅，下一秒短暂愣了一下，一个穿着黑色外套、戴着黑色口罩的黑发阴郁男子就这么站在客厅中间。这就是闯入者吗？黑衣男子挥动着双手上下比划着神，随后他从兜里掏出纸笔，刷刷刷写了一张纸条递给你。很抱歉我不能说话，但很高兴见到你，我的室友。你点了点头，算是对他的回应。黑衣男子在你点头示意之后，便直接转过头去，就这么静静地站在原地发呆，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发生，说明黑衣男子现在还并不知道你知道他的身份。只要等着小子去上厕所，一切也就都了结了。终于在整整坐了1个小时后，黑衣男子有了下一步的动作。他从厨房倒了2杯水，纸条再次传来，请喝。你亲眼看着他的每一步动作，确保他没有机会投毒，但即便如此，也只是假装抿了一口。黑衣男子则将面前的这杯水一饮而尽。又过去30分钟，他缓步走向厕所。来了，要操作了吗？你现在觉得自己活像那种尾随别人的偷窥男？哎，没办法，谁让规则让你这么干的？只要锁上这扇门，一切都结束了吗？待黑衣男子完全进入厕所之后，你猛地把门关上。这道门是罕见的双向锁死门，无论在外在内都可以锁死，简直是为了规则而定制的。随后，黑衣男子不停地拍打厕所门。1分钟过去，厕所中的拍打声逐渐平息。你不敢贸然开门，在世界没有提示你通关成功之前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2分钟、5分钟、10分钟，厕所里已经一点动静都没有了。猫咪的叫声从身后传来，似乎是在提醒你打开门查看内部的情况。你回头却发现此刻的猫咪毛发已经变成了漆黑色，甚至比起初见它时还要更加诡异。如果搞不懂的话，就打开门看看吧。一个声音正在蛊惑你开门，而你的手竟也鬼使神差地摸上了把手。不对，你迅速清醒了过来，这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被丝丝黑气所围绕，在进化时却把自己给漏了。好在一路上步骤并无太大差错，这才没有完全被黑气所支配。好小子，我喂你吃猫粮，你还阴我是吧？你抬手对准猫咪就是一枪。猫咪虽然想躲避，可这 SSS 级的枪口一旦瞄准，逃不逃得掉就不依诡异生物的想法。猫咪中弹倒地，趴在地上怨毒地看着你。猫咪的皮肉撕裂，重新组成了一个人形。黑衣男子，怎么办？突然很想装怎么办？但规则上又说不能和他说话，没办法了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去吧，安琪拉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刚才被关在厕所里，应该重新变回了猫，通过通风管道又回到了其他的房间吧？黑衣男子半躺在地上，身上大面积的溃散。瞎鬼诛心啊！一开始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个问题，或许也是因为规则让我先入为主。其实我才是那个闯入者吧。黑衣男子从头到尾就没有与你说过一句话，因为那条规则是用来限制他的。你都知道自己身份了，为什么还要背着说话呀？切，我都快赢了，万一栽跟头怎么办？你最后的举动正是想引诱我进入厕所，只要能将我反锁在厕所内部，那么我就会被里面的诡异吞噬。从那条规则公布开始，闯入者就已经无法被其他手段伤害。猫咪不受这条规则的保护，所以才会倒在枪下。不过这已经无所谓了。当我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时，自然也就猜到了猫咪的身份。换而言之，从那一刻开始，猫咪就已经输了。恭喜龙国怪谈师咸鱼通关 S 级怪谈世界诡异公寓，综合评价91分，优秀。您将获得99%的奖励以及更换天赋的机会。本次抽取的3个天赋等级不会低于您现有的天赋等级。看着面前整整3个 SS 级天赋，你暗道果然没这么轻松抽中 SSS 级天赋，那玩意实在是太难抽了。这3个天赋没有什么太能吸引你的地方，你索性也就没有进行更换。世界结束中，10、9、8，喂，你要走了吗？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通关简简单单的了。如果我们在其他世界碰到的话，你记得继续给我讲故事，不然今天的事我和你没完。呵呵，那还是祝我们以后再也碰不见吧。在你成功通关怪谈世界后，一度冲到了热搜榜第2，热搜榜第1是小红帽修仙记。你回到自家别墅，开始了1个月的享受生活。这前身真他妈有钱，1个月的时间悄然流逝，很快就到了参加下一次怪谈世界的时间。你在龙国高层的送行下进入了新的怪谈世界。龙国怪谈师咸鱼已成功连接上怪谈世界深山客栈。未通关之前共有0名怪谈师挑战，阴风拂面，一股寒意袭来。本次怪谈世界为团队副本，怪谈师们的时间线不独立，集齐人数后开始世界，之后便不可以再进入。目前人数1/30，很快各国的怪谈师陆续进入世界。1个小时之后，人数终于满了30人。你凭借着自己的记忆扫过这30人，倒是发现了不少有名气的怪谈师，比如北联的威普斯、白鹰的斯密尔、泡菜的精进王，还有樱花的梅村内裤。这4人的天赋等级至少都是 F， 除了威普斯对你友好的一笑之外，另外3人面色都有些不善。你忽地感觉自己裤兜里似乎多了什么东西，拿出来一看，竟是一张皱巴巴的游客准则。游客守则上的规则就是这8条，大部分怪谈师们紧紧皱起了眉头。规则之间的冲突暂且不提，看上去未免有些太过诡异了些。就在这时，交给命运的能力也令你开始抽取在这个世界的天赋。SSS 级天赋预言家，效果每天限1次，你可以选择1条规则并验证真假。
世界中随机位置会刷新卷轴，拾取卷轴可以增加一次额外验证机会，卷轴非常稀少。尊敬的游客，欢迎您在白天旅游风景如画的老仙山，但若是您在夜晚不慎迷路，请一定记住以下几点：一、老仙山没有过夜的设施，有的话不必理会；二、请勿逗留，不要睡觉；三、客栈内没有工作人员；四、请无视会说话的鹦鹉。5. 身体不适喝点酒。6. 听到敲门声，请不要回应也不要开门。7. 想上班的可直接穿上志愿者服装。8. 请时刻谨记，您是一个活人，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。游客守则上的规则就是这8条。大部分怪谈师们紧皱起了眉头，规则之间的冲突暂且不提，看上去未免有些太过诡异了些。粗略地扫了一遍规则，你便第一个朝着丛林深处走去。不久后你迷路了，不过还好有北联的威普斯一起组队，他也迷路了。本想着有个实力强的可以保护自己，但没想到他那么虎，见到一个诡异就让你去崩了他。好在最后他自己跟丢了。这些白雾会影响你的判断，让你无法准确判断时间。规则上说不能在原地停留1分钟以上，你也只能不停地走。就在这时，外面的直播间却炸开了锅，因为竟然足足有10个国家的直播间黑了下来，哪怕他们尝试使用提示机会也无济于事。按道理来说，这应该代表怪谈师已经死亡，可却又没有播报失败。白雾比起最初已经浓郁了数个层次。你行走在雾气之中，前方的雾气中走出一个身影，面前此人皮肤白得夸张，没穿内裤的爷爷死了3天都没他白。您好，我是老仙山客栈的工作人员，请问您是迷路了吗？那您可真走运能遇见我。接下来让我带您去客栈吧。规则3：客栈内没有工作人员。有了这条规则在前，你并不是很信任面前这个人。虽然你可以立即使用能力验证这条规则的真假，但你并不想现在就浪费宝贵的次数。请快走吧，客栈再晚一点可就要关门了。白雾的影响越来越重，继续待在白雾里的后果不堪设想。你一路跟随着工作人员顺利的来到客栈，整个客栈1楼大厅空空如也。你是第一个来到此处的怪谈师，大部分其他国家领导们的脸色都很黑。其实到目前为止，超过大半国家的直播间已经黑了下去。无比诡异的是，至今仍然没有一个人宣布被淘汰。进入客栈后，没有白雾不断的侵扰，确实让你清醒了几分，但长时间待在白雾里的后遗症并没有完全消除，你依旧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。规则5：身体不适喝点酒。两者的选择重中之重，直接关系到后面你能否以一个清醒的状态来进行推理。你直接使用天赋预言家，这条规则是正确的。得到准确的情报之后，你拿起一瓶白酒抿了一口，酸酸甜甜挺好喝的，倒是有种白酒味饮料的感觉，那种晕晕沉沉的感觉减轻不少。这是您的房间号，先生。规则5已经说明，想要完全消除影响的话，在喝完白酒之后应该前往自己的房间，一一对照门牌号，你走进了属于自己的房间。一股柔和的力量洗刷着你身上的疲惫感，让你感觉浑身上下无比的放松。你随即注意到了床头柜上的单子，住客须知，老仙山客栈为在老仙山迷路的游客们提供免费的住宿和食物酒水，但还请各位游客们在住宿时遵守以下规定。规则9：仓库有食物，如有需要请呼唤工作人员。规则10：您只能进入自己的房间。规则11：远离神志不清的人，或者给他一瓶白酒。规则12：乌鸦无害，远离蜘蛛。规则13：老仙山有个山鬼四处游荡的传说。规则14：如果您身体出现异常，请回到房间喝下白酒，并用白酒给伤口消毒，别接触老鼠。规则15：跟着鹦鹉会有大宝贝。规则16：白天可以随意活动，但不要离开客栈。我滴个乖乖，又是8条规则公布。同是 S 级的诡异公寓不是总共才12条规则吗？你确定这只是 S 级的怪谈事件？我是人，不是什么其他的东西。一个男人跌跌撞撞地冲进客栈，威普斯成为了第2个来到客栈的怪谈师。北联观测员毫不犹豫地使用了第1次提示机会，快喝白酒然后回房间。威普斯挣扎着走向柜台，拧开一瓶白酒一饮而尽，爽，得劲。随后威普斯接过那人自3号房的木牌上了楼。规则中一共提到了4种动物，即乌鸦、蜘蛛、老鼠、鹦鹉。单从规则上看，乌鸦和鹦鹉对于他们而言是有益的，蜘蛛和老鼠则是有害的，不过是无绝对。就比如规则4提到要小心会说话的鹦鹉，这4种动物真的只是动物吗？是否代表了什么其他的东西？更多的线索还需要去寻找。你走出房间，迎面一只老鼠跑来，他见到你的一瞬间停下来鞠了一躬，这老鼠还挺有礼貌。你转头看向老鼠跑来的方向，然后直接朝着那个方向走了过去。你顺着楼梯来到4楼，因为规则的限制并没有进去一探究竟，一只手搭上了他的肩膀。先生，天字房区域目前客栈暂未开放，还请您移步别处。我刚才看到了一只老鼠。那先生，您一定是看错了，客栈向来整洁，不会有老鼠这种生物。工作人员再三催促，只好回到了3楼。还好你最大的优点就是不听劝。待工作人员消失后，你迅速返回4楼。很快你发现这里不是只有客房，还有员工宿舍，门被锁死，眼下无法进入，但门缝处却有意外之喜。你拿出那张夹在门缝的纸条，不管看到这张纸条的是谁，去大厅靠门左侧的角落，那里有你想知道的某些东西。大厅靠门左侧的角落，既然员工宿舍已经锁死，你也便不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一只红色的眼眸默默注视着你离开。当你来到大厅时，恰逢第3名怪谈师进入了客栈，白英国的斯密尔。没想
想到你竟然还先我一步来到了客栈，没有死在白雾里真是可惜，毕竟还没有见证你嗝屁，我怎么能先一步走呢？斯密尔哼了一声，从前台处接过了房间号。他并没有去拿柜台上的白酒，也根本不需要。斯密尔的天赋是 S 级的神用面纱，可以免疫世界对他精神方面的侵扰，所以他也根本没必要去辨认白酒和果汁的区别。不过他却察觉到了白酒正是其他人对抗精神侵扰的道具，随后他竟然直接抄起地上的板凳，猛然朝着柜台砸去。那么只要他毁掉所有的白酒，不管他能不能通关，其他人反正是别想了。还好工作人员及时出现，单手抓住了斯密尔手中的板凳。斯密尔倒也不气馁，成功了当然好，失败了对他也没啥损失。斯密尔像是小嘴摸了翔似的对着你一顿乱喷，你没有理会斯密尔，毕竟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纸条，像这种货色在小说里一般活不了多久的。之前看纸条的时候，你故意把纸条往怀里缩，如果被直播间泄密了，现在斯密尔就要和你争了。等他走后，你在暗格内发现2样东西，一是一个笔记本，二是一张卷轴。卷轴是你天赋的产物，而这本笔记想来就是留下纸条那人所记录。你没有立即打开笔记阅读，而是回到房间偷偷看，翻开笔记，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主人在客栈中的遭遇。该死，这深山老林怎么会出现一家客栈？算了，比起那白雾，这家客栈似乎也没那么恐怖。话说我其实根本就没有选择吧。见鬼，这里的工作人员怎么这么怪异？我无法信任他们，但是又不得不向他们讨要食物。我碰到了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工作人员，他的态度竟然出奇的好，和另外那些蠢货不一样，还热情的送了我一些烤肉。不对劲，为什么这些工作人员看我的目光如此奇怪？身上好痒，小心工作人员，他们会杀了你。笔记越到后面字迹就越潦草，特别是最后一句话只能依稀辨认。你老练的姿势让直播间的众人根本看不清楚笔记上写着什么，只能替你干着急。黑衣服的工作人员，目前从笔记上记录的东西来看，他们确实是可以呼唤工作人员的。笔记的主人很显然已经这么做了。另一边的威普斯也看完了床头柜的那张单子，正在分析总共16条规则之时，一只乌鸦却从窗外飞了进来。去！威普斯挥手驱赶乌鸦，乌鸦在窗台上左跳右跳，就是不肯离开，真是晦气。现在待在房间得不到任何有用的情报，他也决定出去转转。在威普斯走后，那乌鸦一蹦一蹦的来到了那空着的酒瓶处，舔了舔瓶口残留的白酒。快看，阿三国的直播画面恢复了。阿三国的观测员本来已经不抱有希望，正在逗弄自己养的小蜥蜴，没想到原本已经黑掉的屏幕却突然恢复了画面，这让他既惊又喜。我这是在哪里？画面中的艾弗斯躺在地板上摇着头，看他周围的环境。这时房门被一个人推开，这位先生，这不是您的房间？这位先生，这不是您的房间吧？放屁，这就是我的房间，是吗？那么请将门牌拿来我看看。我弄丢了呀！大哥，给个机会。不行，已有虚死。看我来！阿三国怪谈师艾弗斯死亡，本次怪谈世界已死亡人数1。阿三国观测员刚才还在高兴呢，没想到自家怪谈师直接中了头彩，这运气也没谁了。其他国家观测员们纷纷咽了一口唾沫，他们忽然觉得这直播画面其实也不用这么快恢复，让他再黑一会儿吧。威普斯一路下到大厅，而这时客栈的门又再一次被打开。疯疯癫癫的梅村内裤一边傻笑一边歪歪扭扭地走进了客栈。哈哈哈！你敢吃翔吗？我敢！威普斯一脚把他踹开老远。樱花国的观测员此刻也顾不了其他，连忙使用提醒机会提醒梅村内裤去拿白酒喝。提醒音的响起也短暂唤回了梅村内裤的意识。他一边纳闷胸口怎么这么疼，一边赶紧从柜台上拿下一瓶白酒。正当他扭开瓶盖欲喝时，威普斯忽然冲过来抢走他手中的酒瓶，一下子砸在他的头上。你喝个锤子！这一瓶子砸上去，不仅把梅村内裤砸懵了，就连直播间的众人也一下子懵了，特别是樱花国的网友们急得直跳脚，抄起键盘就是干。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看上去还有那么一点靠谱的怪谈师，虽然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靠谱，不过至少他能找到客栈吧。威普斯知道梅村内裤这个人，他在通关上一次一个 A 级怪谈世界后将天赋更换为了 S 级，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对手。只要现在提前让他下线，直接让他把天赋带进坟墓里。威普斯先是一脚把他踹倒，然后直接控制住他。没过几秒钟，梅村内裤的眼神重新变得迷离，威普斯只觉一阵诡异的力道传来，下意识放开了他。紧接着威普斯只见梅村内裤身体一阵扭曲，竟然开始长出黑色的羽毛，最后整个人变成一只乌鸦。威普斯后退2步，乌鸦竟然是活人变的。他想起自己房间里的那一只，不禁毛骨悚然。秉承着眼不见心不烦的原则，威普斯一脚把乌鸦踹出门去，重重关上了客栈的大门。你走出房间，背靠墙倚在3楼走廊。笔记最重要的2点：一是那黑衣服的工作人员究竟在客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；二是最后一页夹杂的蜘蛛腿究竟是什么意思。你似乎隐隐约约地猜到了什么。你正准备下楼去拿些白酒，下楼时迎面撞见了匆匆往上赶的威普斯，他再次提出合作，你没怎么想就答应了。
虽然威普斯这个人又呆又不过还算是一个比较可靠的队友。随即两人开始互相交换情报，两人正聊起劲来，忽然一个人从背后拍了拍两人的肩膀：“两位先生，请不要站在楼梯口哦，安全文明你我他。”两位先生怎么这么看着我？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两位还是赶快去歇息吧，我们自有打算。热脸贴冷屁股也丝毫没有让黑色衣服工作人员有丝毫的不悦。随后他拿出了2块烤肉，威普斯正准备拒绝，你却接过了烤肉，一定要趁热吃哦。黑衣工作人员消失在楼道尽头，你看着手中的烤肉陷入了沉思。你说这是什么肉？看起来反正不像是猪肉，你说该不会是合成肉吧？你打算现在怎么处理这块烤肉？别急，这可是重要的线索。服务员，我需要食物。你这一嗓子可让直播间众人吓得不轻，因为之前规则3让他们最好不要尝试呼唤工作人员。外国网友们打起了精神，心中默念最好一下子把这2个家伙一起弄死。很可惜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一个工作人员很快出现在他们面前。先生，这是您需要的食物，谢谢。你接过篮子，里面是一些面包和矿泉水，再简单不过的食物。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离开了。不，还有一件事，你把烤肉递给了工作人员，这是另一个工作人员交给我的。你看有什么问题吗？您肯定是出现幻觉了，我们这里不存在什么黑衣工作人员。另外，这种烤肉你们也不要再吃了。为什么？它看起来很美味，因为这是老鼠肉。工作人员阴沉着脸，扔下这句话后，工作人员急忙转头就走。威普斯依然觉得恶寒，别光顾着恶心，追上去看看他想要干嘛。你立马追了上去，威普斯紧随其后。随后他们看到了痛苦的蹲在楼道口工作人员，就像是梅村内裤变成乌鸦那般。工作人员当着2人的面扭曲成了一只大老鼠。不好，他好像要冲我们来，快跑！之前你已经多次见过老鼠，可从未有一次的老鼠会如此暴躁。这一刻，他觉得自己身上有点痒，不好，现在绝不能跟老鼠有接触。兄弟，崩了他，崩了他，崩了他呀！你真的想骂娘？他要是能开枪早开了，还会跑路吗？不行，你现在也很痒吧？如果我现在掏枪的话，在这个动作期间一定会被老鼠扑到身上，所以我们只能跑。就在这时，老鼠加速冲了过来，在紧要关头，威普斯直接掰断了一根较细的栏杆。在你一脸卧槽的表情中，老鼠被木棒精准的打飞。我们现在需要消毒，先回房间，随后会合。你点点头，立即奔往自己的房间。回到房间之后，你立马反锁房门。他能感觉到外面有什么东西还撞着门，一定就是那只老鼠。你撩开衣服，果然在下腹部的位置发现了一道爪痕状的伤口，这才是老鼠会袭击他们的原因。他回想起那诡异的黑衣工作人员，本以为只有吃了烤肉才会中招，但恐怕在2人被他拍肩的那一刻起就已经着了道了。必须要更加的小心，否则一个小举动就有可能要了性命。把时间倒回2分钟之前，在你与威普斯2人还在与工作人员周旋的时候，斯密尔也基本上把客栈转了个遍。让他感到意外之喜的是，他发现了一只色鹦鹉。规则15，跟着鹦鹉有大宝贝。斯密尔连忙跟上，鹦鹉绕过大厅飞入一扇门内，斯密尔也紧随其后追了上去。鹦鹉停在铁架子上，停下来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房间里面有重要的线索吗？斯密尔环顾四周，这不就是仓库吗？斯密尔眯眼注视鹦鹉，想透过这只傻鸟看出什么来。很明显，鹦鹉并不想卵他。来，小鹦鹉，到叔叔这里来，告诉叔叔这里有什么特别的。鹦鹉白了他一眼，随后竟然真的开口了。可否愿听从山神之指引？斯密尔头上冒出几个问号，他根本听不懂鹦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规则4，请无视会说话的鹦鹉。斯密尔没有回答，装作自己听不见。鹦鹉也不再理会斯密尔。先生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规则9，仓库有食物，如有需要请呼唤工作人员，其中的重点就是仓库只有工作人员可以进入。我有东西在里面弄丢了，我找到之后就离开，可以吗？没关系，先生，我本来也没打算让你离开。斯密尔连忙四下张望，终于发现了更深处的一道门，他慌不择路地跑向那个方向。进入房间的斯密尔立马关上房门，还来不及松口气，他忽然觉得一股凉意直冲天灵盖，这里又是什么地方？他缓缓转头，白银国怪谈师斯密尔死亡，直到白银国这边的直播画面彻底黑了下去。龙国观察员林长青立即使用了一次提示机会，将这边发生的事情以最简短的方式传递给了你。感染后变蜘蛛，规则9正确，黑衣自称是山神，白衣鹦鹉一伙。鹦鹉是至关重要的线索，但是想要找到鹦鹉就必须进到仓库。如何绕过这条规则进入仓库呢？在这之前，还是先去大厅补充一下白酒吧。此时的大厅，一位看起来很惨的老人半瘫坐在地上，个体编号140，赌鬼，中立，要来赌一把吗？小伙子，当然要赌。你还未开口，威普斯的声音先一步从后方传来：左边老赌鬼一个，身体残破，估计10赌9输，运气中下，但经验十足，胜率极高。右边超雄愣头青一个，死肌肉，智力中下，脾气火爆，性格狠辣，粗心大意，缺乏耐心，刻板固执，狂妄自大，优点无。完了，威普斯死定了。不过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，哥们儿？就那么有信心你能赌赢？你表示不理解。果然这彪悍的民风自己学不来。太好了，那么赌局开始。兄弟，等会我要是输了，你直接一枪崩了他。在上一个世界中，你就是这么压榨契约娃娃的。威普斯看完回放之后深有感触，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，正好有机会，那不得大干一场。哈，
他。希望你能赢吧，你算是无语了。原来这家伙信心的来源是自己啊！看着他那自信满满的样子，你都不好意思打击他。玩法很简单，我也没认真看，小朋友不要学。与赌鬼对赌，判定胜负的方式是3局2胜。来吧，我已经等不及了。赌鬼率先扔出2枚骰子，方块在地上不断滚动，最后停止在2个数字之上。4点，你他妈作弊了吧？当然，他也只是说说。在这种契约对决中，无论是人类还是诡异生物，都不存在任何出老千的机会。拼了！威普斯随即扔出手上的2枚骰子，血肉骰子在地上滚动2圈，最后停了下来。2点、5点。按照规则，现在威普斯的点数是5点，当然是不够的。他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选择是否投出手上的那枚骰子，只有掷出5点才能获胜。我选择投掷第3枚骰子，赌鬼的笑意更加灿烂。1/6的概率可不是这么容易赌到的。给我出！骰子滚动，最后停在了1点上。看样子幸运女神并不想眷顾威普斯，她尴尬的笑了笑，眼神示意你只要发现不对劲就开枪。看样子威普斯这一次运气不怎么样了。笑话，你们但凡去看一看前面几场怪谈世界的回放，你就会发现他运气一直不怎么样。直播间之中的氛围倒是挺轻快，他们与威普斯的想法一样，反正有你的兽魔手枪在，输了也没啥关系。你捂着额头，不知道该说点什么。放心去吧，兄弟，清明节我会给你烧香的。哦对，北联好像不过清明节。第一轮是赌鬼取得了胜利，我还就不信我的运气会这么差。威普斯这一次率先将骰子一扔，不过这一次的骰子似乎比上一次还要不给面子。卧槽，要不要这么倒霉？江哥可以准备开枪了。这边建议威普斯以后遇见个体直接绕道走吧。那就对不起了。赌鬼神色已经有些疯狂，迫不及待地扔出手中的骰子。1点。好消息，组成了对子。坏消息，对子也没用。这种情况下，双方前2枚骰子直接作废，以第3枚骰子定胜负。我算是知道这赌鬼为啥左手被人砍掉，这种运气很难不输啊。看吧，这就是盲目追求对子的结果。直播间中还在闲聊，而现场中的双方已经丢出了第3枚骰子。威普斯4点，赌鬼2点。赌鬼气愤的猛。这种大好局面竟然都能输，他已经好久都没有饱餐一顿了。路过的工作人员走过来，哐哐给了他2耳光，别破坏我们家地板。不，我要赌，最后一把一定能翻盘。赌鬼已经彻底疯狂，他根本不想等待，急忙开启了最后一轮的赌博。6点。威普斯脸色一黑，他还玩屁啊！我靠，这老头已经连续3个回合丢出对子了吧？他运气真有这么好？有没有可能是威普斯的运气太差了？神枪手江哥准备上线，你默默为威普斯默哀，抱着自己也许有希望也丢出2个6点的想法。威普斯丢出了手中的骰子，什么破骰子？你他妈存心跟我作对！威普斯这下子算是彻底摆烂了，索性直接将第3枚骰子一扔，反正就算出对子也赢不了，还是让你把这家伙给崩了吧。骰子慢慢停下，赌鬼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。卧槽，666！刚才我还以为赌鬼开挂了，原来开挂的是你啊！顺子大于对子，可以说唯一能够胜利的点数被他丢了出来。哈哈哈，老东西还跟不跟我赌？赌鬼抱头咆哮，似乎是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但是很快就在权威的修正上恢复了正常。规则7这一条规则是正确的。威普斯还沉浸在赌局胜利的喜悦之中。你将之前林长青告诉自己的情报简略分享给了他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需要进仓库找那只鹦鹉，但我们又不能进仓库。如果没办法的话，我可以直接删除这条规则。或许这条规则的关键并不是限制我们进仓库，而是限制除了工作人员外的人进仓库。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你忘了刚才赌鬼提供的情报了吗？他刚才说啥了？我太激动忘了听。不是哥们，要是只有你一个人的话，那你赢这赌局的意义何在？你无语片刻，重新把赌鬼的话复述给了威普斯。客栈里的阵营身份从来都不是固定的，我们可以从住客变成迷失者或者感染者，当然也有办法变成工作人员。那这所谓的志愿者服饰我们又该去哪里寻找？应该是在前台。2人快步走到前台，发现了整齐叠放的工作服，而这工作服下方还夹杂着一张工作人员手册。工作人员守则，很高兴你愿意成为一名老仙山客栈的工作人员。成为工作人员后，一部分的其他规则你将不用再遵守，但同样的，你要了解工作人员的责任与义务。17，这些规则下班后不用管，但请保密。18，白雾将对你无效，不要喝白酒。19，山鬼仍在客栈中闲逛，若被感染，在1分钟内喝下果汁，避开老鼠，也不要伤害老鼠，来不及的呼唤鹦鹉。20，不能伤害住客，可以驱赶乌鸦，也可以喂他们喝白酒。灭杀蜘蛛，按规定保护和灭杀住客。21，你可以前往仓库，但不能进入仓库更里侧的房间。22，远离穿黑色工作服的工作人员。23，可以进入所有的客房。24，晚上12点下班，这是推进进度必要的环节。随后你们便穿上工作服前往了仓库。你的视线在仓库中扫过，很快发现了那只站在铁架子上整理羽毛的鹦鹉。可否愿听从山神之指引？威普斯心生警惕，但你却对此抱有不同的想法。
验证规则4，能力发动。这条规则半真半假，您也许会在客栈之中看见各种各样的小动物。正确，切记，鹦鹉不会说话。如果您见到了会说话的鹦鹉，请装作没听见。错误，动物们大多时候很温顺，但绝对不能仅跟同一种动物待在一间房过久。正确，果然，最关键的地方是错误的。得到准确信息的你上前一步，你说的山神究竟是什么？那个兄弟，规则呀，你忘了吗？令所有人意外的是，鹦鹉竟然真的回应了你。山神乃是庇佑这方天地的神灵，庇佑？我可并没有感觉他怎么在庇佑天地啊！滋滋滋滋，你还能站在这里和我说话？这就是山神对你的庇佑。本来这迷雾触之即死，山神并非全知全能，只能尽可能的延缓雾气对你们的影响。倘若这山上没有这间客栈，这里一个活人都不会有。那么这片迷雾的起因是什么？那个黑衣工作人员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？这些都是因为山神的诅咒。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。再说一点呗，你这样云里雾里的，谁能听懂啊？最后我能告诉你们的只有一件事，去找其4把神特么奇的钥匙。愿山神保佑你们。鹦鹉发布完任务，眼神当中人性的光辉彻底消失，已经变成了普通的动物。指引者的任务已经完成，鹦鹉也就可以从剧情中退出了。两人开始了双人副本通关任务。哦对，还有其他的人，他们老惨了。我们现在要去找那4把钥匙吗？话说那钥匙到底长啥样我也不知道，我们怎么知道找到的钥匙一定就是他让我们找的钥匙呢？暂且我也不知道，但我们现在最好还是先下班吧。还有将近20分钟的时间就是12点了，先回房间吧，明天再碰面。你获得了2瓶白酒和1瓶果汁，最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。两人紧闭房门，等待午夜的降临。11点50分，客栈的大门再一次被推开。泡菜国 S 级天赋怪谈师精进王，泡菜国直播间瞬间沸腾。本来还以为没希望了，可没想到自家怪谈师竟然卡着最后的时间进入了客栈，这么长的时间竟然没有迷失成乌鸦。所有人都不知道精进王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，那肯定是因为我们泡菜国每个人都拥有强大的意志力，毕竟我们的国度拥有悠久的历史。呸！一句话下来没一个字是正确的。进入客栈的精进王看起来无比虚弱，泡菜国观测员立即使用了第一次提示机会。精进王咕噜咕噜灌下1瓶白酒，随后猛地捏紧自己的手腕，一只血红色的长虫从他的皮肤中钻出，被他捏在手里。个体编号342，血质中立。精进王正是凭借血质的能力才没有迷失在白雾之中，眼下既然来到了客栈，也找到了白酒这个更好的替代品，他直接强行将血质逼出体内。能够碰见血质的确有一部分的运气因素，但也与精进王所拥有的天赋有关。 S 级天赋个体召唤师，每次世界有3次机会，随机召唤一个中立或者善意的诡异个体出现在面前。说他运气不好，偏偏又能随机到血质，但要说他运气很不好呢，又足足在迷雾中转了这么久才碰到工作人员的接引。先生，这是你的房间号。前台扔完牌子就消失了。精进王拿起木牌，走向了自己的房间，源自4号房。午夜12点降临，你躺在床上，听着走廊中不断的跑动声，仿佛有什么人在追逐着什么。随后响起了一阵敲门声，敲门声足足持续了1分钟有余，或许是许久没有得到回应，那敲门的东西最终还是离去了，让人有些困倦的睡意袭来。你喝下一口白酒，让自己清醒几分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睡着。这条规则你可牢记于心。另一边的精进王听到敲门声停止，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身体本就无比虚弱的他一头倒在床上，想要睡觉。这时候又忽然想起了那条不能睡觉的规则，不行，不能睡。精进王强迫自己清醒过来，猛地拍了2下自己的脸。该死，忘了多拿几瓶白酒。凌晨12点、3点之间绝对不能离开房间，所以精进王已经失去了补给白酒的机会。在这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里，他真的能靠自己的意志撑过去吗？开玩笑啊，这特么根本不可能吧。没办法，趁着意识还算清醒，精进王使用了第2次天赋能力。虽然召唤出有用诡异个体的希望渺茫，但这已经是他最后的希望了。来吧，丝丝血气一散，房间空旷处出现了一把黑色小刀，个体编号003，暗黑皇帝的赐福，善意。没错，善意。持有暗黑皇帝的赐福的人类可以免疫一切怪谈世界的威胁，无论是触犯规则还是调戏诡异生物都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其原理大概就是暗黑皇帝的赐福本身过于诡异，导致其他诡异在他面前只能低下头。如此 bug 级的能力当然不是永久的，暗黑皇帝的赐福在被人类触碰后的1分钟内会自动消失。精进王瞬间大喜，虽然暗黑皇帝的赐福不足以让他撑过这3小时，这1分钟的时间足够令他前往大厅拿回几瓶白酒来。他不再浪费时间，使用黑皇帝的赐福，然后直接冲过时间。大量账号涌入泡菜国直播间，下一刻屏幕前的网友们纷纷惊呼出声：芜湖帅太帅了！那个门，去，知道了，门神是你们龙国的，但暗黑皇帝一定是我们泡菜国的。此时的精进王已经杀疯了，外面的走廊不知何时已经爬满了蜘蛛，但对于此时无敌的精进王来说，直接一脚一个毫不费力。
他就来到了1楼大厅。黑衣工作人员展开双臂站在大厅正中央，看到金靖王的一瞬间，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或许是有些忌惮那暗黑皇帝的赐福，黑衣工作人员并没有上前。此刻金靖王极其嚣张，他懒得管黑衣工作人员想要干什么，拿起白酒就走，不紧不慢地回到房间。时间还多出几秒，当他想关门时，却愣住了。门呢？黑衣工作人员笑眯眯地走了过来。这位先生，您好像遇到了什么困难？没事的，深呼吸，头晕是正常的。泡菜国怪谈师金靖王死亡，谁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。毕竟当暗黑皇帝的赐福出现的那一刻，所有人都认为金靖王有救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不对劲？之前这穿黑色衣服的家伙似乎只能依靠感染来淘汰其他人，现在他竟然可以直接动手了。难怪12点之后不能开门，这要是没有有用的天赋，根本就是必死局啊！